世界上最完美的合作，应该就是榫与卯的合作。东方的阴阳之道，早就已经洞悉了互补和谐的平衡之术，在科学的精确和艺术的美感上达到兼得。了不起的匠人，来看榫卯匠人王振华的故事。中国古建筑很美，你到北京中轴线上你去看一看，就能体现两个字：中华。它的整体结构奥妙在什么地方？就是鲁班文化。我继承了鲁班榫卯文化的微缩再现。实际上，这个都是普通人在干，但成功者很少。为什么？浮夸，不能坚持。今年60岁的上海市民王振华，能跟大学生们讲解榫卯，全都源自于他重现了全榫卯结构的天坛祈年殿。凸出来的叫榫，凹进去的就叫卯。听，这个就是鲁班榫。鲁班榫不是很神奇，我这个上面原理很简单，留个0.1毫米，用材料的弹性卡进去。无需借助钢钉、胶水，中国的古代建筑能稳固存在的奥秘，就是榫卯。下决心让古人的智慧在自己手里兴生，竟然是因为一次让他愤怒的展会。它也是个微缩模型，不是缩小10倍、20倍的，也缩小了7、80倍吧。我手起摇了一摇，我心里有底了，这小子在吹牛。摇不动的，它就是教授。看了展览后，首先是气氛嘛，但是我要做，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东西嘛。那我们做模型的呢？你用胶水什么意思呢？你应该微缩体现啊。86年的时候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长。故宫的3大殿基本上我已经看完了。看完以后呢，我就到了最南端，看了祈年殿，我走不了了，太雄伟了。祈年殿它一共有37根柱子，外屋檐12根柱子代表了12个时辰，一个时辰2个小时，第二圈12根代表了12个月，这个2圈就代表了24个节气，再加4根金柱28，是28个星宿。28星宿再加8根铜柱，36个天根，还有一根柱子在哪里？宝顶里。星宿做了，我就开始社会，我真正体验了它的全榫卯结构太雄伟了，我就打定主意，60岁一定要做它。我这个性格就是这个样的，只有2、3层我就上了，我就攻了。王振华的祈年殿像真正的建房子一样，按照力学原理搭建，每个部件可拆卸组装。这种完全还原土木结构的微缩法，是东方建筑体系中的精华。王振华叫它微缩营造。他一直在外面就做这个天台，早出晚归的，邻居根本没看见过他。我们一起到外面走，人家就说：“啊，这是你老公啊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保证我饭烧好了，那走吧。辛苦，我一个回来啊。你去吧。再会啊。王振华住在上海闵行区，却在青浦区白河镇租了一间民房，这里是他避世、专心创作的地方。我为什么要走田野？走树林，思考问题的时候，
不能有任何干扰。当然了，我这里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，18.6公里，来回路上就是两个小时，就年30和到年初3休息4天，我家里什么不管不顾。一个工匠，你如果在工作的时候，在创作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多想，不要去多管。在技巧掌握的木工、磨刀、设备调试等基本功，并不能达到微缩营造的要求。王振华便自己研究材料，从梁思成的轻式营造则例到最新版 CAD 设计软件，他都通过自学一一掌握。因为我本来就是搞机械设计的嘛，机械制图是绝对是内行，我们那个是手画，但现在要转换到 CAD 嘛，对我来说软件系统肯定是外行，那就买了一本书嘛，学了1个星期吧，主要是学到什么？我主要是学到操作过程。在前2年的尝试中，王振华做出了2版祈年殿，但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。在他的设想里，相同部件的大小都不能有丝毫差别，这样才能做到零件不编好，可以任意拆装。现成的仪器实现不了，王振华便重新改装了几台2手设备，将误差缩小到了0.02毫米。一进工作室我很兴奋，但是我不希望有任何干扰，连我老婆跟我说话都不愿意的。但我有一个爱好，我必须要印象要开的。我最喜欢蔡琴的《读你》。天天上下班呢，包里面就2样东西，就是我爱人烧的我在这里吃的几餐饭，还有一样就是宝贝刀。如果不放在包里，我觉都睡不着的。哎，老板娘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又来了。我还是想要找一些，就6毫米柄的，不管是那个从3毫米到6毫米。洗刀类的是吧？对，洗刀类就一定要合金钢的那一种。合金钢的，对，这种吗？没有这种2手的。这次要做一个新的，又是1.5的这个要修改。哎，这是比上次好多了啊。对。这好多了，新的我看一下，看一个就行。新的这个长一点。印度还可以。行啊。在3年时间里，王振华用2手钢刀打磨了300多件特制刀具，最细的刀头仅只有0.8毫米。从一开始的只能做3毫米的原理，就是榫卯结构，到发展到现在的1.5的。那不光是从大变成小可以做到了，还有刀的可靠性。比如说2000个零件做到1800了，刀断掉了，1800全部爆。再磨一把刀不可能一模一样的，那么我的护航力就达不到了。但我全部烧掉，一个都不留，没有半成品，只有成品。阿姨来，白河镇的街坊邻居一开始不能理解这一个成天将大门紧闭的怪人，后来会磨刀的老王在坊间传开了名声。我就说你们有刀磨吗？他说你会磨刀，我说你拿来试试嘛。等我磨好了，他们说你比外面磨刀的水平高多了。我说他们不是在磨刀啊，我这个是专业的。从此以后，这个需要来，但是我不是每天。
我集中的，我1年只给他们磨2次，这考验我的水平啊！我一直跟他们磨，就是我没水平呀。阿姨们都很满意。祈年殿的圆形结构需要大量弧形零件，于是王振华自己动手，用半年时间自制图设备。内径131。因为并非专业，每换一次直径，调试的时间就需要2天。土的不一定是件坏事情，我动脑筋全部在动在这个上面，土办法、土装置、高精度，这是体现出什么？一个精神在里面，智慧啊！算算钱没多少钱的呀，哎，我把它做出来了。开榫和开锚的同时，已经产生了鲁班锁的结构。比如说那个门，小小的一个门，宽度11毫米，高度32毫米，8个零件。它最小的叶眉手就是 1.5， 最后一个抹上去要鲁班锁锁定。我这个人呢，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不允许任何干扰。但是，一旦我成功了，我必须要第一时间有人来给我分享。如果没有人呢，很难过，很难受。行吧，小妹子。阿姨啊，那我是蒙好的呢。哦，这个。你摸摸看。哦，这了这了。没事，这个我插不动口。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来了嘛，就是门一关了，就是拿去做了。那么做好了嘛，他也叫我来。有时候看他心情不好，主要是他的钱没有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的房钱我一直欠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我说：“不要紧了，不会逃走的。”阿姨多听。注意一下。我就是一个反差比较大的，就是说我很喜欢人家表扬，但也不能表扬太过头，所以那些同学们也是我很难搞的。我这个作品呢，做了5年，做了4次。当时我在做的时候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人家说有点傻子，我真的点傻子。我决定了的事情，我不能再退了。好多事情都是退，做了一半就退了，就这样失败的。1年休息4天，没有1分收入。我做到第3代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的感觉我有希望。我1.5的时候冒出来了，已经第3代已经4年了。他做好第3代的时候，我们看看都很好了，但是他坚持这第3代还是不行，我就心里就很生气的，对他有时有发脾气的，饭不给他烧啊。每做出一个祈年殿，至少要花1年时间。第3代祈年殿在外人看来足够震撼了，但王振华总觉得不对，要不要做第4代，他陷入了纠结。没人支持的，时间问题，整天在外面散步啊，我要坚持啊，要出精品啊，要让人家眼睛一亮的感觉。86年的时候，我去测绘的，经常看到学生们在树几个小时下来，我一直在转着摊呢，视觉不一样，它的效果就不一样。这个当时呢，给我一个警惕的思想。但是我做到第3代，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来了。我要仰视效果，我不要俯视效果呀。我说必须要改啊。原来当年在天坛前瞻望祈年殿是抬头仰视，而动手制作时却是全程俯瞰。这种角度的差异，让王振华又多花了1年半的时间。一共7108个零件，74个大部件，最小的零件宽度仅有2毫米，不会变形，不用胶水，无需编号，
这座比原比例缩小了81倍，令王振华最满意的祈年殿，终于在开工的第5年成功了。这个作品做到了115年的10月30号，晚上8点我组装完成。上去以后，自己的事简单，我已经感觉到我仰视效果有点出来了。让我爬上去看，爬到最高的一去看，从各个角度看到12点，扯了5个。这个时候我就叫家人来了，也都非常感动。那个晚上感叹太深，怕做不出来。有1400多年历史的赵州桥，利用榫卯结构产生拱形，这与祈年殿的营造方式大不相同。王振华把它定为自己的第2件作品，对他来说又是新的开始。实际上就是我去测绘的时候呢，我不是脑子很空白的去测绘的。比如说赵州桥，我已经在网上把1933年的梁思成的图纸都调出来，但为什么还要去测绘呢？首先要体现一下它原型和梁先生的之间有没有误差，这第一。第二个，如果你不到现场，你看不出这个倒影的美的。第三个，它有多少砖，我有多少砖。如果我只做桥，肯定不美，它的美就在倒影。在实地测绘后，王振华约上了认识30多年、做漆器的好友，想用一个全新的尝试，用漆来展现河流倒影。刘老师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桥美吗？美。要做倒影吧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缩小50倍，缩小50桥面有多少？740毫米。740毫米，不能有波浪形啊。而且以后绝对不能有变形，这是难点。王老师呢，真的是一个为自己找麻烦。他就说了一句话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东西，越是没人做东西，我越是喜欢去做。这个看到他的是那个时候做的那个天台，我非常感动。当时的时候，我眼泪差点下来。与世隔绝的5年，历经50多万道工序，2万多个小时的孤独死磕，6万公里往返披星戴月。接下来的10年、20年里，王振华要让更多古建筑微缩再现。自负但不负内心，是匠人更是匠人。王振华写就了中国榫卯的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。当我回首谷底，日月自我之间消落，江海萧瑟，茫茫的天涯，长满了何人的归路。天涯无涯，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，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。天涯无涯，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，我是跨越无涯。